今年的韩美军演十分特殊，70年的半岛和平恐难维持。拜登比预想的还要着急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今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，在70年前的朝鲜半岛，中国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了谈判桌上，为中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，树立了国际尊严。广泛意义上更是被视作新中国的立国之战。然而，伴随着中美国力差距的快速拉近，朝鲜半岛的形势再一次面临危机。从最近的一些情况来看，拜登或许比想象中还要着急。从环球时报了解到的消息，美国联合韩国在半岛东侧海域执行联合军事演习，而理由是之前朝鲜方面接连发射导弹，威胁到韩国的国家安全。其实，自从美国强行把韩日整合在了一起，就已经注定了半岛形势的动荡和不安。朝鲜方面发射导弹，如果一定要追溯缘由，那也完全是因为美韩在半岛执行大规模空中演习才导致的。现在美韩找了一大堆的理由，无外乎是把半岛形势东欧化。这次韩日被强行撮合在一起，就已经可以看得出美国对韩国关键人员和机构的控制力度。只要美国愿意，韩国必定是第一个冲上来的炮灰，甚至还不如日本有自己的小算盘。说难听一点，这次演习如果只是看它的规模和内容，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东西，但如果把它和以往美韩军演来看，背后折射出来的东西又不一样了。比如很典型的规模上的突出变化，以往美韩都是旅一级规模的演习，可是今年呢，韩国出动11级2栖登陆部队，动用韩国最大的2栖登陆舰独岛号，美国这边包括大型2栖登陆舰马金岛号、补给舰、驱逐舰、护卫舰等30多艘军舰，阿帕奇直升机、鱼鹰直升机等70多架。2栖装甲车50多辆，尤其是马金岛号，还搭载了20架 F-35B 战机。之前曾多次被外界怀疑，该舰部署在亚太，很可能是美国用于介入台海战争的战略武器之一。此外，作为知名搅屎棍，英国还千里迢迢派了40多人组成的格曼德部队参加了演习，也不知道图啥，难不成是来找韩国要钱的吗？坦率地说，当初看到这份资料，都以为是美国是打算重新在半岛来一次人船登陆。毕竟，如果是拉着韩国干涉台海，那么漫长的水路很可能成为中国远程火力的靶子，在半岛搞蛙跳战术很有可能成功。除了规模上的变化，在内容上与以往也存在很大的不同。以往美韩军演更多的是以防御和反击地方火力点的演习科目为主，而这一次呢，更加的倾向于野战和登陆作战，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随着美国国内问题的失控，拜登很可能比预想中更加着急挑起战争，哪怕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。美国借俄乌冲突吸收外逃资本和产业，让欧洲现状进退两难，而面对系统性的衰落，华盛顿光靠一个本就走下坡路的欧洲是完全不够的。我们过去提到过很多次，在中国的周边挑起了战争，是美国现阶段一致迫切希望完成的一个目标。以当前韩朝之间的一些互动，半岛70年的和平恐怕很难维持下去，这点可能会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焦点。而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不同，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贯穿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。历史上每一次中国面临外部侵略或威胁，朝鲜半岛无一例外都是最关键的跳板。美国这一招攻其必救确实有点麻烦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